是在台艺美术系毕业的，大学的时候，然后到研究所我就念北艺，也是美术系，然后后来研究所结束以后，我就到国外去，就到法国去念书，一直到现在。然后现在在巴黎巴黎第八大学念美术系，但他们叫做造型艺术学系，其实对Art Plastique。然后就边创作边写自己的论文，边做论述的部分，一直到现在。对，今年虽然刚好有机会可以来办展览。其实都是在做同一样的，应该说同一个脉络下做作品，就是面对物质的方法。然后这样的方法其实是，我给他一个比较关键的字，叫做回忆的物质性，就是在回忆里面，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的情感是透过材料，然后那材料可以透过我们的身体感知，然后去感觉它，然后你会感到某种物质感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其实都来自于我们的记忆生成的部分，那并不是这么直接就是物质自身的，它其实表达的其实是观者或者创作者面对材料时候那个时候的情感。对，这件作品是花粉，就是底下这个是粉，是油菜花的花粉。然后我在油菜花大概30公分高度的地方放了一个非常长的长帘，然后是上面绣那个字。那整个空间呢都弥漫了一股油菜花的味道。那对我来说，油菜花有一种怀乡的情感，这其实是很个人的部分，因为我在花莲长大，那花莲呢遍布油菜花田，然后我很喜欢那个味道。然后再来是，其实我刚进来这个南海伊朗这个空间的时候，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空间非花粉不可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我想要在这里，然后做这些作品，所以我那时候那边构思了很久，然后所以我最后决定就是用花粉。那再来是进来以后的某种气味道，就是会吸引观众想要蹲下来看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然后当他蹲下来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哎，为什么布上会有一排字？然后这样慢慢的引导观者的身体，然后到他的身体感知、身体姿态，一直到他去了解说，哎，这是花粉，然后这是有生命的材料，然后再来是布上面有一些字，然后那些字表达某种那个创作者的情绪。我提供的事件，其实我做的这件作品都是为了某一个过世的人的亲人。那个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，我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亲人在台湾过世了，但我回不来，因为某种原因的关系，我被锁在法国2个月不能回来，所以开始写明信片，就是我把过去跟这个亲人的所有的影像的档案截图，那我截出我们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然后把它做成明信片，然后开始书写。那从巴黎寄信寄到台湾的他的骨灰坛旁边，所以其实我的对象是一个已经缺席的存在，但是对我来说，他这里面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这么遥远，反而是因为这样，我觉得我们更靠近了。所以其中有一件作品，我用法文写了一排字，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：如果这样的距离让我们分别，那是不是也同样这样的距离让我们更靠近？所有明信片的文字都被轻轻的转化成不同的形式，例如说在这里，它可能在白色的布上缝上白色的字。那其他作品，例如说我把它转换成盲人点字，我用棉线绣在棉花上面，然后那些点点你可以看到，它其实是一小段文字，那你用手可以触摸可以阅读。那或者是说，像我刚刚说的，就转换成法文的一排字，用铅笔写在墙壁上，或者是说，我直接把明信片藏在一个小小的蜡房子里面，等等等。就是对我来说，我怎么样传达一个欲言又止的状态？那状态又是一种，当你面对一个已经缺席者，但他又出现，他对你来说是一个某种更大的在场的那种状态，就类似像这样。